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黄花。今天介绍一部质量超高的台湾鬼片《失忆》。一天深夜，陈浩独自一人来到一处深宅大院，看着这张灯结彩的景象，他慢慢地朝里面走去，可里面却空无一人，只有几个表情诡异的纸人和一个新娘打扮的女人靠在那里。就在陈浩缓缓掀开新娘的红盖头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喊良辰吉日已到，吓得陈浩赶紧向后退缩，只见两位老人正坐在对面，新郎被仆人生拉硬拽着正拜堂成亲，突然新娘的头一歪，那恐怖的死鱼眼出现在眼前，吓得陈浩从梦中惊醒。第二天晨练时，陈浩竟从路边捡到了一个红包，刚要打开，一个老人过来索要他手里的空水瓶，可回头再看，手里的红包却不见了。陈浩也没有太在意，可回到家竟发现自己胸前多了几道抓痕，他依然没有再深究，就准备出门上班。陈浩是一档灵异节目的制作人，因为要录一档与冥婚相关的节目，所以节目组找到了当地的民俗专家。专家表示，关于冥婚，一般女方家里会准备一个红包，里面一般会装死者的头发或者身上比较亲密随身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个红包放在路边，谁捡到这个红包，谁就得娶这个死者。为了避免女子捡到红包，家属会在旁边观察情况，上前阻止。听完专家的解说后，主持人不解地问道，为什么总是给女死者准备冥婚呢？这时玄真老师解释道，这和重男轻女有直接关系。以前的女生如果生前未嫁，死后就不能进入宗祠，然后就会变成孤魂野鬼，所以在她死后七七49天内要替她完成冥婚，让她的灵魂能够圆满投胎转世，否则她的怨念太深，就会留在那个地方，世世代代干扰的不得安宁。而之前陈浩正好也捡到过一个红包，此时玄真老师通过火眼金睛发现了陈浩有女鬼缠身，便询问陈浩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怪事。陈浩则表示一切正常。另一天，茵茵晚上回家，总感觉有个湿漉漉的女鬼跟着她，然后转向她家的对门，没想到女鬼竟跟着她进了家，还钻进了衣柜。晚上，茵茵突然发现柜门被打开，她想去关上柜门，可脚下却有一大滩血。然后茵茵走到衣柜前，猛地打开柜子，却什么都没看到，然后就害怕地爬到床上蜷缩起来。此时的陈浩则拿着婚纱回到家，女友做了丰盛的晚餐，犒劳晚归的男友，然后问道最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。陈浩解释最近节目效果不错，赶紧加班升职加薪。晚上，女友趁陈浩熟睡，竟诡异地凑到他耳边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第二天，陈浩在看婚纱照时，发现照片中的女人根本不是女友，难道是婚纱店弄错了吗？可那个男人明明就是自己。这天晚上，陈浩又做了一个噩梦，他梦到自己来到一个满是尘土的房间，里面透着一丝暗红，这应该是一间婚房。陈浩缓缓走过去，掀开床上的红布，一个骷髅新娘出现在眼前，吓得他急忙向后躲闪，手却不小心碰到了桌上的照片。就在他擦拭照片上的尘土时，骷髅新娘却慢慢地坐了起来。就在脊背发凉的时刻，陈浩从梦中惊醒，刚要翻身继续睡，发现女友就在面前，陈浩瞬间被吓得一激灵。那后面的女人又是谁呢？就在他正纳闷时，骷髅新娘一把捂住他的脸，陈浩再次被惊醒，原来是梦中梦。这接二连三的怪事让陈浩很是不安，决定找玄真老师问问。玄真老师表示，你被怨念很重的女鬼缠身，想要了解女鬼的事情，那就问问这个小鬼吧。陈浩问道，我做的噩梦跟那个女鬼有关吗？小鬼则果断地指向了是。玄真老师掐指一算，原来女鬼从1980年就开始跟着他，而1980年正是陈浩出生那年。陈浩觉得很是荒谬，因为他是最近才开始做噩梦的，也就是捡到那个红包之后，怎么可能从出生就开始跟着他呢？玄真老师表示，这应该和他的前世有关，而他的前世也是因为女鬼死掉的。而后就让陈浩去查一下1930年他出生地的东北方发生过什么大事。经过博览群书，发现当年发生车祸的男子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于是陈浩决定明天到案发地好好调查一下。回到家，一个女尸莫名地躺在浴池，而陈浩和女友竟然全然不知。上游泳课这天，一个女同学说道，这里曾经有个学长把学姐淹死了，结果那个女同学就突然溺水而亡。而在游泳池里的茵茵正好看到鬼学姐就在下面拽着那个女同学，而后茵茵在浴室就遭到了鬼学姐的偷袭。
等同学和老师们再次找到茵茵后，发现茵茵正在发疯似的挖尸体，随后茵茵就昏迷不醒。等她醒来后，她也想清楚了一些事情，对待女鬼与其躲闪，不如勇敢面对。晚上茵茵再次被惊醒，发现地上血迹斑斑，顺着痕迹看去，女鬼已爬到她的床下，于是拿起手机对着床下一顿乱拍，女鬼的各种表情全部被拍下。小美也被吓得跑到了客厅，女鬼也跟着爬到客厅，慢慢靠近。茵茵害怕地发出阵阵尖叫声，女鬼却跪在原地哭了起来。随后茵茵起身走过去安抚伤心的女鬼，女鬼也透露心扉，告诉了茵茵一切。随后茵茵就来到了对门陈浩家，拉开了浴室的帘子，发现女鬼的尸体早已腐烂。接着茵茵找到陈浩的好友，决定一起去找陈浩。此时的陈浩已经来到了当年的事故地点，他沿着崎岖的乡间小路来到了一处宅院，而这里的场景竟然和他梦到的宅院完全一样，而唯一不同的是，床上躺的并不是鬼新娘一人，还有一个新郎官。这时陈浩前世的记忆突然被唤醒，当年的陈浩是一个樵夫，一天他在上山砍柴时突然捡到了一个红包，结果就被女方的家人强行带到了宅院与女尸成亲。当看到新娘恐怖的面孔后，陈浩急忙撤离，结果被突如其来的车子给撞死了，而床上的鬼新郎就是前世的他。陈浩惊慌地向后退，再次查视相片上的尘土，鬼新娘的模样竟是自己现在的女友，原来浴缸里的那具女尸才是他真正的女友。陈浩被鬼新娘蛊惑，迷失心智，把真正的女友活活给掐死了，然后又把尸体扔到了浴缸里，而他胸口上那些莫名的抓痕是女友在挣扎的时候抓的。而此时的玄真老师也遭到了女鬼的报复，用竹签插入头部而亡。陈浩这边鬼新娘也已苏醒，慢慢向他靠近，一把搂住陈浩说道：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关键时刻茵茵和好友赶到，将鬼新娘深埋地下，陈浩获救，电影结束。个人感觉影片结尾略有瑕疵，怨气深重的厉鬼一把黄土就解决了，让人感觉有些意犹未尽，整体来说相当不错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